神间，这个仙途问道全息修真世界的项目都几天了，还没结束。这是客户新补充的要求，你再搞砸，扣你绩效了。如题，我是这个 VR 游戏体验公司的一名技术员，今天很想找个地方撞死。bug 了吗？咋没反应？用户身份确认中，神间，工号3838-438，即将载入仙途问道蝎子3、2、1。地都是软的，手感好吗？胸肌练得不错，腹肌差点意思。场景渲染完成度98%，物理引擎反应正常，无感反馈吗？奇怪的男人，你还想摸本座多久？我去，老子把 NPC 威胁了，追这啥呀？抓到你了，小老鼠！我叫沈姐，一个苦命技术员。本人负责了全息修真世界项目的最后一次测试，出现了万年难遇的 bug， 我提前掉进了修真世界，现在正在被 NPC 追杀。江无咎，仙途问道里的最终反派，幽冥宫公主，令修真界闻风丧胆的大魔头。这个角色模型不是还在调整吗？根本没有导入测试版本啊！真是活见鬼了！谁派你来的？玉衡老儿，还是玄天宗那群伪君子？我不是这个世界的，我只是个技术员，一定是系统出错了。意见，技术员，满口胡言。你觉得你的下场会不会和他一样？弄死技术员对你只有0个好处。有趣，本座不管你是谁，此刻起你属于我了。谁给阴尸男鬼写的霸总台词啊？放下了！你要带我去哪儿啊？既然你不愿意说实话，那我就等到你愿意开口的那天。你大可慢慢想，本座有的是时间和手段，同你纠缠不休。这到底是一场逼近真实的梦想，还是一场荒诞的穿越？如果只是系统故障，为什么我的痛感这么清晰？日后你便留在偏殿，若敢生出什么事端，本座留你不得。喂，在本座弄明白你的身份之前，最好不要挑战我的底线。47步就能走完的囚笼，今天是被关在幽冥宫偏殿的第7天，这地方偏僻的连个鬼影都没。明明前几天还是个加班到深夜的苦逼社畜，今天摇身一变，成了修真界的阶下囚了。哈哈哈，日子可真有盼头。这7天内来这里的人，除了按时送饭的下人，就是那个颠公江无咎。这个事件了，会是谁呢？我乃幽冥宫大长老煮酒，公子最好如实交代，你用什么邪魅妖术蛊惑了公主？都被关起来了，谁有心情蛊惑你家的神经病啊？大长老明鉴，我对江公主没有任何所图。事实上，我比谁都想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。凡人男子无甚修为，却能触动5界禁制。说，谁派你来的？啥东西？我根本不知道什么2界禁制。我来自另一个世界，并非修真界，那里没有修真者，只有科技。就是一种比灵力还厉害的力量体系。一派胡言！完了！这破地方都什么人啊？一言不合就打打杀杀。大长老，本座的人好像轮不到你来审问。公主，此人身份有疑，断不可留啊！退下。这……本座不想重复第2遍。你说你来自另一个世界，证明给我看。这叫手机，在那个世界是一种必备物品。哎呀，没电了。你说你的世界没有灵力，那靠什么运转这个盒子？电，能量转化。比如煤炭燃烧、水流落差、风力。有趣，把你知道的一切写下来。我去，吓我一跳。对不起啊，要不……沈姐，你胆子真的很大。字跟鬼画符似的，倒是和这人的形象毫无关联。妈的，你这到底是什么表情啊？你的字真难看啊！你的字
真难看啊！你说我们周围存在着人眼看不到的微生物，是他们导致伤口溃烂？是的。前日与玄天宗门人交手所伤，上好的伤药都无法愈合这伤口。依你的理论，该如何处理？这对吗？需要先用酒，最好是高冻蒸馏酒清洗一遍伤口，然后敷上草药。如果有针线，最好还是缝合一下。不愧是终极反派啊，眉头都不带皱一下。你不怕疼的吗？疼痛只是身体的声音，提醒自己还活着罢了。你泡的茶吗？是啊。真难喝。他今日喝了那茶水，活不过今夜。做得好，公主被那人迷惑了心智，我自当为幽冥宫清理门户，处理干净些。怎么都想要倒霉社畜的命？你的胆子很大，本座有没有说过不许你离开偏殿？你个装货倒是牛逼，我再不出来就要被你家大长老毒死了。你再这样出言讽刺，本座下次可不替你收拾残局了。所以你家大长老为什么这么想杀我？因为你手腕上的符文是传说中的跨界符印，主九认为你是上界派来监视修真界的探子。上界？那是什么？修真者飞升后的世界。我知道你不是从那里来的，上界之人怎么会对丹药和功法一无所知？而你笨得要命。真就画地终结者呗，没招了。这里有一些关于基础修炼的典籍，你可以自行查阅。既然暂时回不去，至少学会自保。修真界通史，这不跟我司开发的仙途问道全息世界设定一模一样吗？玄天宗、玉霄门、笑王谷，如果这个世界真的跟仙途问道有关，我是不是能在这里找到回去的办法？有发现了吗？该说不说，我司的剑魔水平就是这张脸太权威了。发什么呆啊？你找到回去的办法了？没有，但是有个有趣的发现。既然暂时回不去，那至少要了解这个世界。不过是一些门派介绍，还有一些地图指示。你想说什么？如果我说，在我的世界修真界通史上记载的内容只是一款体验游戏里的设定，你会信吗？全息体验游戏，那是什么？就是利用一些先进的科技，让游戏者获得逼近真实的游戏体验。我们那里有人创造了这个修真世界的故事，包括各大门派、功法，甚至包括你。所以在你眼里，本座一直是个虚构的角色？不是的，你有意思。那么沈公子，在这个游戏里，本座是什么结局？我总不能告诉你，你作为这个世界的终极反派，最后会被各方势力联合围剿，还惨死在了白月光主角剑下，神魂俱灭了。我记不清了，游戏还没开发完。今晚别乱跑，留在这里。可是这好像是你的房间喂！阴晴不定的，真有病。此话当真？不敢欺瞒大长老，属下亲眼看到公主带着那人回了自己的寝殿。哼，我们公主绝非无情，倒是痴子。也不知此番引狼入室后，会不会和先前的下场一样？我有心盘活白子，可白子不领情，当如何死？江无咎每天这个时候都会来的，今天是怎么了吗？老子这是在担心一串数据会出什么意外吗？怎么总有人想要杀我，还在睡觉这么脆弱的时候？江无咎，你怎么受伤了？别紧张。喂，这是哪个杀千刀的小不开暗算大反派啊？九座消消乐是这么玩的吗？按照剧情设定，现在没人伤得了江无咎，所以他怎么受的伤啊？受了伤不回自己寝殿，有点大病。你话太密了，吵得本座头疼。就吵就吵，
老子誓死捍卫自己吐槽的权利。神经！喂，谁让你玩谐音梗的？这个世界的历史明显存在着断层跟逻辑矛盾，某些事件又和我司项目的补丁更新时间惊人的吻合。我们是否存在于某个高维生命体的实验场中？又有什么新发现了？你神神叨叨的在做什么？唉，人都被你吓丢了魂，还能有什么发现？哎，对了，你那日伤那么重，这就好了？若还不好，可对得起你衣不解带照顾本座数日。可恶，老子可是正经技术，要勇敢对 NPC 撩人 say no。这些是我的私人藏书，大多是实验记录和未经验证的理论。你的思维方式与众不同，也许能找到新的修炼方法。全都是违反常规的修真理论，你居然一直都在挑战修真界的真理。修真界墨守成规千年，无人发问，就像所有人都认为灵气源于天地，却无人探究天地从何而来。好超前的思维，你这种精神一般被称为科学精神，领先人类几千年。可惜没什么用，这条路注定不被人所理解。我理解啊，你看这段记载说3000年前天幕开裂，异光降世，然后修真界才出现了现在的修炼体系。这听起来像不像是某种高维文明的干预？民间解释为天界赐福，但如果那不是神迹，而是科技呢？在我的世界啊，有理论说高级文明可能通过技术手段影响低等文明发展，也就是说，我们的世界很可能只是高级存在的模拟程序。如果这个世界只是个实验场，那我们算什么？你看，仙土问道的几次重大更新的时间点，跟修真界历史上几次天道变革几乎完全吻合。公主，紧急军情！进来说。正道联盟集结10万修士，以异界妖人祸乱修真界为由，向我幽冥宫宣战了。为首的是谁？玉香门玉衡君，还有玄天宗宗主。传令下去，启动防御阵法，所有弟子备战。是因为我吗？不全是，他们早就想灭了幽冥宫，你只不过是个借口。不过，他们应该确实不会放过你。那我应该离开，不能连累你们。不行，你现在出去就是送死，留下来，我护得住你。这一定是什么所谓的预知结局，可是你会没命的。申锦，听好了，除了我，谁都别信。那日你不愿透露的结局，我其实从一开始就知道，所以这一切的一切，都随着故事结束就好了。啊，娇娇，你怎么这个眼神看着我？啊，这是哪儿啊？我这几日外面有什么动静都不要离开，乖乖留在这里等我回来，好吗？好。执行者神井，恭喜你完成任务，可兑换奖励如下。下次我不做执行者，我要做长居人。工号38384438，为了保证世界有序进行，必要时请无条件抹杀所有变数。祝你好运。等等，你说的是江无咎？你们凭什么让我乱杀人啊？可他不是数据，他是个有血有肉的人啊！我们公主同玉衡君还有玄天宗宗主斗法斗了几天，依然难分胜负。若公主真的……唉，也不知幽冥宫外的防御阵还能撑几天。主线剧情：正道联合天下修士剿灭幽冥宫，而江无咎作为终极反派被主角亲手杀死。杀死江无咎的主角名字叫沈七。小七，今晚回家吃饭。哎妈，我不都说了别叫我小七了，人家成名后改名字了好不好？处心积虑的想杀我，真是让你费心了。这次我自己来，只希望你信守诺言，护住江无咎。诚信是人类的美好品质，为此我自当守信。
江公主为何如此执迷不悟？明明只要交出那妖人，让我等替你剔除魔心，自此洗髓修炼，重修正道，这不好吗？哼，你这魔修，既然早知结局，为何不避？魔修，就因为是魔修，即便心存善念，也注定被你们这些所谓的正派屠杀殆尽。为善者人面兽心，仍能立于阳光下，我如何不恨？如何甘于被命运摆布？唉，痴儿啊，何苦呢？拿下！此战不为任何人，只为我自己改命。神姐，其实我有很多遗憾看不到你描绘的那个平等的世界，遗憾我来不及开口的爱。那把剑是用来杀我的吗？你怎么知道？杀过我说过的人，我早就知道自己的结局，只是我不信命，总想搏一搏。可是江无咎违抗宿命，只会招致更惨烈的结局。还有比现在更惨烈的结局。我怎么控制不了我自己？你这个来自未来的蠢货，轻易就对反派交了心，于是再也不忍对我动手了。反派觉醒了，世界即将崩塌，请执行者尽快完成抹杀。杀了他，你就可以完成任务回家，结束这场无休无止的噩梦了。怪我吗？是我自己不信命，你动手吧。好啊，这次就换人去死！神姐，神姐，你想干什么？我想干翻这里。江无咎，你以为只有你在布局吗？循环了这么多次，我早算清了这里的所有漏洞。刚才那不是我的尸体，你根本上不到。神姐，这一切你都知道了？知道啊，我还知道，其实你根本不是什么幽冥宫大长老，你只是被派来监视我们的。所以呢，你要杀我？不，我要你亲手毁掉监测系统，杀了空间主神。你对我做了什么？只是让你也体验下被操控的滋味。你究竟是什么时候？从你第一次死在我怀里开始。主人，这里就是操作系统核心了，空间主神已被控制。小心一点，不要被误伤到。你在前几次循环中偷偷备份了江无咎的数据，一次次的杀死他，其实都是在为他的轮回铺路吧？哼，现在知道好像太晚了呢。神谨，你竟然敢违背至高规则！规则，我们才是规则。你以为你们逃得出去吗？不过都和我一样，是他的养料。他是谁？他是更高维的存在。神谨，最高指挥权从来不在我这儿，我只不过是被困在数级囚笼中的前代执行者。你我都已是虚拟意识体，是他用来测试感情算法的工具罢了。什么高维存在？我还偏不信我拿他没办法了。怎么回事？哼，第1000次了，终于走到这里了，欢迎你们，亲爱的人类。江无咎，你说我们这两个从不信命的人，居然站在这里向上天许愿，好像有点奇怪。大抵是突然做了一场关于情爱的美梦了吧？我们已经拿回了修真界的操纵权，你也不需要再受命定剧情摆布了。所以，我的大反派什么时候愿意跟我回家呀？一切都听你的。江无咎，别玩手机了。本座正在研究怎么在饿死了吗上面点个外卖。你刚不是说想吃吗？老子谢谢你啊！你说说你，自从带你回来，你闹出了多少幺蛾子？前几天我发烧，你用灵力还有退烧药双管齐下，结果药效过猛，害我退烧之后浑身发光了3小时。我到昨天还在跟邻居解释，咱小区没进 UFO。哦，那邻居还挺幽默的。谁能想到把你带回来之后，这婚后生活简直跟闹着玩似的。玩？那我们到床上一起玩。江无咎，你这个白日玄隐的臭流氓！